大家好，我是大伟。揉腹这个动作啊很常见，咱们很多朋友啊喜欢在饭后的时候把自己的肚子啊揉一揉。但是你知道吗？道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咱们只要像我这样坐着啊都不动，然后去进行一个揉腹。当然这个揉腹啊和我们饭后的揉腹不一样，只要进行一个99下的揉腹，你会发现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都会发热，有的朋友啊还会出汗。这种感觉啊是非常的酣畅淋漓的，非常的舒服的。你们只要把这个动作学会，每天把它当成运动一样去做99下，你自己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道家来说的话，有2种方法啊，一种叫小揉腹法。这种揉腹法呢，它其实里面是带劲的啊，手是这么转的，而且它要往内压，这个是我们常见于饭后的。而运动方法呢，叫做大揉腹法，它更重要的是灵活我们整个身躯，而且同时能增加我们里面内部5什么6什么的在一起的摩擦，让里面变得更加的和谐。那么今天呢，我来把这个大揉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感觉做得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呢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或者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接着呢，我们来一起看内容。那首先大揉腹法怎么去做，我们一定要找好定位。就是很多朋友啊去做的时候，一个是不知道方向，一个是不知道它的一个幅度。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右下方，也就是说我们的右侧下方，双手这么放好。放好了以后，慢慢的我们先学会它的一个运转方式，叫做右伸到左，左降啊，就这么回来。这是一个大揉腹法，但是它不完全。我们在做的时候，先把手贴在上面，这么转几圈，逐渐的、慢慢的，我们加大幅度。你看，我的身体也开始转动。手在往上的时候，肩膀往上提到你的顶端。再往下的时候，你看左下啊，就这么放下来，右伸左降，尽可能的把我们的手幅度变大，这么去做。整个人在做的时候，身子是在旋转的，就这么去做99下。我们的方向是一直固定的，而不是说顺时针多少下，逆时针多少下。只要记住右侧往上走，左侧往下走，记住这个右伸左降就可以了。慢慢做着，你逐渐的要感觉到你的腰和腹这个里面发热，而且呢，做着，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个小太阳从下往上这么升起来，额头后背会发热。每天这样做，一般来说推荐大家的时间就是在饭前。饭前我们去做99下就可以了啊，做到99下，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发热，里面感觉热乎乎的就行了。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会热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摩擦。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其实本能之间，你里面的5什么6什么，它们之间就会进行一个相互的摩擦。那么在摩擦的时候，你看手在摩擦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有热量。同时呢，里面有热量，热量从里面向内而发，所以一会儿额头、后背、脸颊都会热。这就是今天教给大家的大揉腹法。咱们特别是很多朋友在夏天，有些朋友啊水气比较重的，或者是寒比较重的，你就可以这样啊，每天都这样做一做，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希望大家收藏起来，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就是经常啊吃完饭，哪怕只吃一点点啊，这个肚子里面啊就特别的胀，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浊气啊在里面乱窜，导致了这个肚子胀不舒服，一会儿啊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一会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其实很多人啊都说啊，这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寒气湿气啊在作怪。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感觉你的肚子经常胀啊，胃部经常感觉不舒服，消化也感觉不好的话，今天一个动作就能帮助你改善。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开始来讲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的肚脐下方2指啊，这个肚脐下方2指，然后你去摸。啊，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肠胃啊感觉不好的，经常肚子胀的，这里你去摸会拨到一根小筋啊。如果你经常肠胃好，你摸起来是没感觉的。如果肠胃不好，往里面就是手啊，你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看好啊，形成这样一个姿势，然后
顶在肚脐里面，上下左右的挑一挑，你会摸到里面有一根筋，你把这根老筋啊给它化开来，慢慢的肠胃就好了。如果感觉肠胃还不舒服，怎么办呢？就是在肚脐上方，大概在3到4指的位置，再继续摸啊。如果还有一根筋，把这根筋解开就好了，双重保险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肚脐下方2指啊，你看就手这样啊，3个手指啊，你看并在一起啊，顶进去。先拨一拨啊，感觉有一根筋比较硬的，好，我们顶住这个筋，来回反复的，你看这样上挑啊，把这个筋给它挑开。大家看啊，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好，坐直啊，先拨，先慢慢的揉一揉啊，感觉有一根筋的，好了，有了以后，看上下啊是往上啊，这个动作很重要啊，不是就是往上，你看挑，大家知道挑什么意思吧？叫挑，把这个筋要给它挑开，你看啊。这样去做，非常简单。做的时候啊，尽量保持啊肚子放松啊。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啊，就是说他自己啊无形之中啊会做的时候一紧张，哎，这个肚子就变硬了，这样效果就不行了啊。把肚子啊尽量保持放松，然后往上去挑啊，非常的好。我们一般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啊，这个筋啊你再去摸，哎，慢慢的啊就变软了或者变小了一些，这样就行了。好了，做完了下面这根筋，再把上面的筋最好再做一下啊，就是我们肚脐上方大概4到5指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正常4指，你看肚脐啊上方4指，好，把手贴在这个中间，然后呢，你看啊，做也一样是坐直，然后把这个手你看往里面顶一下啊，顶一下，往里面顶一下，然后往上啊去找一下这个感觉啊，去挑，先去找这个筋，然后往上去挑啊，挑的时候也一样啊。如果很多朋友做的中途啊出现这个肚子胃里面出现这个胀气啊，或者乱窜打嗝啊，或者下面放气啊，都是正常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不要惊慌。好，我们就这样去做，一样50下到100下啊，就这样，非常简单。你把这2个点的筋啊给它去散开了以后，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把我们里面的一些经络打通了，寒气湿气啊给它完全的带出体外，一些堵着的点就疏通了。你坚持啊去做上一个7到14天，从此你再去吃东西，你就很难找到这个肚子啊还胀胀的难受的感觉了啊。这个方法啊是非常好，可以说一个小动作帮了很多人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啊。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每天没事的时候啊去做一做。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这里啊我会给大家分享非常实用的小视频，或许其中某个视频啊就能真正意义上帮助到你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可以去帮助我们稳固咱们的腹压啊，去帮助咱们促进肠胃的一个消化和蠕动。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去瘦小腹。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他的核心功能啊就会下降。什么叫核心呢？就是他的腹压不够稳定，那么就会造成了他的这个腰部啊长期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就会造成了腰部的一些劳损啊、肠胃功能下降啊，或者这个消化系统啊出现的一些问题。那通过咱们今天这个动作训练啊，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这方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啊，咱们躺下来，躺下来以后啊，咱们这个手啊。这个手肘啊撑住地面啊，像我一样撑住地面。这个动作啊，它是经过我的改良啊，所以呢，它是更加简单、更加实用啊。练完以后啊，你会感觉你的小腹啊发热、发胀。其实对于一些宫寒的一些女性啊，做这个动作也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啊。咱们这个手肘啊撑住地面以后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腿啊尽可能的往回，你看啊，这个膝盖的角度不变啊，然后呢，腿往回拉，你看腿往回拉，拉到你的极限以后，你会发现小腹这一块啊，咱们小腹这一块啊，会非常的酸和胀啊。那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刚开始做启动式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就保持住，持续的把你的腿啊往内收紧。你看啊，这是腿往内收紧的状态。那如果说我这个力一松，我腿就变成这样，那收紧的时候就是这样，好，保持住。有的人可能激活这块肌肉的话要5秒钟，有的人可能激活这块肌肉的话要1分钟，我们就这样保持住就行了。当你感觉小腹开始微微的发酸、有点发胀的时候，我们开始动起来啊，来回的动就可以了，很简单，很轻微的动啊。动的时候注意看这个膝盖啊，不是这样晃啊，这个膝盖不要动，主要是靠你的小腹收紧啊，把你的大腿往回拉，你看啊，
1、2，你看动的幅度很小吧？3，但是你每动一下，你的腹部啊，像我现在就有很强烈的酸胀感。5，好来，6、7、8啊。我们每天啊把这个动作你练上一下，15下一组，我们做一个4到5组，慢慢的你这个腹部啊就会越来越有力量。刚开始做的时候啊，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做一个启动式呢？就是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住呢？这个是为了很好的激活。但是我们第一组做完了以后，后面就可以直接做就行了，你就有感觉了啊。如果说你不做这个启动，不做激活的话，那你刚开始做，你可能做完15个到20个你都没有感觉，那么这个动作对于你来讲的话，效果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刚开始第一组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激活。激活的话，就是在这个极限的姿势下面，我们保持一个15秒到20秒，腹部有微微酸胀感为准，然后我们再开始把这个动作做起来就行了。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更多人，让知识传播下去。那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总是感觉身上乏力没有劲，吃东西啊没有食欲啊，吃不进去，并且呢到了春天以后啊，即便是现在的气候季节已经非常不错了，还是感觉这个手上脚上只要一不动啊，它就感觉像冰窟窿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我会教你一个道家的大揉腹法，这个大揉腹法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额头后背会发热，而且做完以后啊，很多朋友原来喝咖啡的、喝茶的都不喝了，自己啊就感觉有劲。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揉腹法是针对我们里面的成员的，你只要这样去做，就能让我们里面啊，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说的再多不如自己体验一下这个答案。大揉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大揉腹法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右伸左降，饭前做啊，它不是饭后做的一种揉腹法。饭后做呢，一般是叫小揉腹法，是这么揉。大揉腹法，你看，把你的双手啊折叠在一起，放在我们的右下方啊，这是我的右侧，你们看起来可能是左侧啊，右下方，右边往上伸，然后滑到我们的左边，左边往下降，然后再绕回来，就这样，记住右伸左降啊，你看右伸左降，大揉腹法。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朋友看起来说，不就是这样吗？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是的。在做的时候，你得学会运劲啊。什么叫运劲？你看，右伸的时候吸气，左降吐气，吸吐吸吐，我们做的幅度要大一些啊，就这样做。那么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不仅仅是我的手，我的身体啊也转动起来。我们就这样做。右伸左降，做得快的话呢，就不用配合呼吸。如果你是慢慢做，你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配合也是可以。每天这样做多少下？99下，饭前半个小时做，就这样做。做着做着，你会发现里面热，热完以后，你的后背、额头都开始出汗。出的汗是什么样呢？是细雾一样的汗，手一摸像一层雾一样。这种汗啊，就是好的汗，你的一些小寒，你的一些小凉，都会和这个细雾一样的汗怎么样出来？而且呢，很多朋友刚开始做了以后啊，会发现肚子里面啊有鸣叫，咕噜咕噜响，这是好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而且幅度要越大越好呢？你们把手啊放在一起摩擦，摩擦摩擦，你会发现摩擦摩擦会怎么样？里面就热啊。我们在做的时候运动的是哪里？运动的是我们的五肋。就这么去做，里面在一起摩擦，它就会热，热了以后就有光有能量，它就会把不好的怎么样请出去。所以我们每天就这样99下，就这样去做大揉腹法，幅度要稍微大一些。记住不要饭后去做，因为它是一种运动，我们要饭前去做，30分钟去做，做完以后热了你就舒服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身边有朋友需要这个视频内容，请麻烦你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传统并且经典的动作啊，叫做仙人正腹。紧接着这个仙人正腹后面一句话叫做打出一肚子坏水。
这句话呢是道长亲口告诉我的，动作也是他教给我的。他还告诉了一个口诀，就是一个字叫沉。什么叫做沉呢？就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晨起的时候练。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早上我们刚起来的时候啊，身体里面是刚刚苏醒，那么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当中会产生很多的代谢物。那我们会发现啊，早上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啊，那个颜色会非常的深，对吧？那为什么会那么深呢？它其实都是一些代谢的产物。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了这个仙人正负以后啊，这个颜色还会更加的深。它的用处啊，就是让我们肚子里面这些坏水、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啊，给排出体外。所以也就顾名思义了，当我们身体里面啊被净化了以后啊，东西都出去了，那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个动作啊，它是早晨练的，而且啊非常的好，我自己也试了啊，感觉非常不错，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这个腿啊一定要分开。腿分开以后呢，这个臀部啊要夹紧，你去摸臀部硬邦邦的啊。那么两个要点掌握好以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手呢呈空心状拍我们的肚子，是呈一个三角形往上看到没有？它是从下窄到哪呢？上宽啊，到宽就到两侧了，然后呢带到中间推下去啊，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动作。同时你要配合呼吸的，这个动作不配合呼吸的话，它的效果啊是大打折扣。怎么呼吸呢？吐气的时候收腹，收腹的时候肚子是紧邦邦的啊，你要去摸，在肚子紧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拍打。如果肚子缩的话，你拍打起来会很胀不舒服。肚子收紧了以后去拍打的话，还能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腹肌啊。我们来试一下哈，吐气，肚子收紧，然后吸气。吐，吸，吐，吸，吐，吸，吐，吸。好，这个动作做习惯了以后啊，一般来说我们做一轮啊。就是这一下算一轮，我们做一个5到6轮左右啊，身上就会出汗了。出完汗以后，你去上厕所，你会发现啊，这个颜色就变得更深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一般是早上起来做一做啊。对于身体当中啊，如果平常感觉体虚的朋友啊、体弱的朋友，都可以去练习这个动作，可以生发我们的一个气，同时呢，对于我们整个气血的一个循环啊，包括还有对于我们一个身体当中的一个刺激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动作的要点。如果要点没有掌握好的话，盲目去做的话，可能带来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啊。所以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啊观看并且呢对我的视频点个赞，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越大的人越要去练习逆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啊，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我在这里啊，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通过练习啊，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一个五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逆腹式呼吸所有的受力啊，都是在于我们的腹部，而腹部呢，就是我们五脏啊所待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通过我们不断的向我们的腹部啊受压啊，就相当于给我们的五脏啊按了一个摩。第二点呢，就是通过逆腹式呼吸啊，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底部盆底肌。盆底肌这块肌肉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的人啊，它相对啊就越松弛。那么盆底肌只要一旦松了以后，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内气啊，不但无法下沉，而且呢还没有办法聚集起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做内气聚则浑身有力。可想而知，这个盆底肌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多么的重要。第三个啊，通过腹式呼吸还可以很好的打开我们的胸部，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的膈肌要下沉，我们的胸廓要打开，所以对于我们的心肺也是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套真正的逆腹式呼吸的方法，即便你从来没有练过，你也能很好的掌握其中的精髓。好了，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咱们在练习的时候啊，选择坐姿，身体啊一定要做端正的。现在我们来讲要点。第一个啊，我们要先学会收紧我们的一个盆底肌。盆底肌怎么收紧呢？非常简单啊，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
往里面夹住的感觉啊，把盆底肌收紧。你可以把双手按在我们的小腹，当我们盆底肌啊在向内使劲夹紧的时候，我们的小腹啊也会不由自主的向内收。手放在小腹上面，当我们收盆底肌的时候，你一往里面戳一戳小腹，感觉里面有一些微微的变硬的，同时你能感觉到你有一种提肛夹紧的过程，那么你的盆底肌就收紧了。收紧盆底肌只是第一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在整个逆腹式呼吸的过程当中，盆底肌都要始终保持收紧。好，那么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在整个腹式呼吸过程当中，我们的盆底肌都要收紧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逆腹式呼吸。那么逆腹式呼吸，当我们收紧盆底肌以后，我们正常开始吸气，吸好了以后气沉下来了以后，感觉肚子微微往外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腹部一定要向内收你看收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在憋着气的收紧，盆底肌向上提，腹部向内收紧。好，到达你的极限以后，好，来吐气，放松。记住，放松的时候只是放松我们的腹部，我们的盆底肌是一直收紧的。好，再来第二个，好，来吸气，好，这个时候肚子感觉往外鼓了，我们把肚子小腹往内收你看从侧面看腹部向内收，盆底肌是一直保持绷紧的。好，到里面的最深处，我们保持2到3秒钟此时是憋气状态，然后吐气，放松肚子再来第三个，你看，来吸，肚子收。好，保持1到2秒钟，憋气，好，吐气，肚子放松，盆底肌依然是紧的。好，第四个，来吸，肚子收，好，然后保持2到3秒钟，好，肚子始终向内收，好，吐气，放松。这个动作看似比较简单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正常你要做个5个左右，你的额头开始出这种汗，后背开始排汗，排的是一种像细雾一样的汗，你能感觉到我们的腹部有一种燃烧，并且就由内向外这种燃烧灼烧的感觉就很酸胀的感觉，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对了。咱们在做逆腹式呼吸的时候，一定要追求这种腹部给你这种真实的感觉你不能说你做个5个到10个左右，你发现你自己也没什么感觉，额头后背也没有什么汗，那么你这个动作做起来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就要把这个视频从头到尾再看一些，掌握其中的细节。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你吸气，肚子往外鼓往外有点鼓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把肚子往内收这个衔接的过程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好的逆腹式呼吸，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衔接，同时呢，你在每一次锻炼的时候都能够很有效的强化我们整个腹部的核心力量，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到位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练习逆腹式呼吸，每天做10个到20个左右。你要记住，呼吸到腰，健康到老，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一波，谢谢大家。